幸福背后是苦难，现实注定不平凡。无论赵丽颖还是王一博，看得懂王炸姐弟成功密码的，个个都是董宇辉。现实题材大剧《幸福到万家》成为当之无愧的暑假档爆款，收视和热度居高不下，也引得网友热议。赵丽颖、刘薇、唐曾、罗晋等演员贡献高光演技，得到了诸多观众的认可。而该剧也通过女主视角刻画出了质朴的乡土风貌，和幸福不肯离婚，选择更好的未来，成为不少剧迷的意难平。但是回到家乡建设倒是成就了另一番事业。现在剧情进入尾声，大结局前瞻应该是大圆满结局，女主成为万家庄的新领头人，万传家锒铛入狱，大家都有更美好的未来。但你以为是喜剧，看懂了才知道是悲剧。恶人强势洗白，看懂才是未来。大家都知道，这部剧里面有几个特招惹恨的恶人，前期的大反派就是万传家，做事情不着调，喜欢耍流氓，而且丝毫没有愧疚感。但到了后期戏份较少，剧方也更突出他的业务能力以及对于家人的照顾，其实已经有洗白的意思了。虽然使手段让妹妹顶替名额上大学，但他也在弥补错误，就好像编剧不想让他一坏到底一样。污水处理厂的事情暴露以后，其实万传家倒是一直规劝手下，结果到最后他因为这件事情被捕入狱，就好像是被冤枉了一样，并不算是对他2次大错误的处罚。这样阴差阳错的设计实在让人捉摸不透。而万传家的妹妹万传美出场2集，惹人厌指数就直超他哥。念书时候不努力，结果考大学靠着顶替同届王秀玉的名字，一直在外面10年都不回村里。说到这，是不是超现实也超骨感呢？新万欢迎您在留言区写下您的心得观感，因为有权有势确实能扶摇直上，想干啥干啥。担心事情被王秀玉捅出去，他做不了人，就以上吊威胁父亲妥协，舍个老脸求人。万传美自己还毫无悔意，结局里的万传美却像是突然转了性。听万善堂说，他去山区支教，也想要在那开个客栈，想和幸福请教经验。好家伙，这是要万家一家都洗得干干净净。还有一直都以没有原则出圈的和幸运，从细节上嫌弃供自己读书的农村姐姐，为了10万块钱抛弃尊严。跟着和幸运成了万家的律师以后，还替着万传家草拟文件，成为王秀玉妥协的帮凶。但是这都没有什么，因为他受到的惩罚只是和幸福打了他一巴掌。到结局他把坏事都做完了，钱都拿到手，表示吃饱了该有所选择，离开了韩律师那边，轻松转到发展前景不错的关涛公司。到了关涛的公司，他也能照样拿到大案子，还收获一个不错的上司，这就和跳槽没什么区别了，还说得冠冕堂皇，真是无语住了。而且有一点是韩律师和幸运说了一句回娘家住几天，回娘家一般都是称已婚女性的，按照这部剧的班底来说，不会出现歧义的问题。这些细节直接忽略就容易，满满啃的话，其实非常烧脑。新万我说过，2022年是个魔幻的一年，看不懂正常，看得懂慌张。要说一部大女主剧里最可怕的走向，应该还是女性角色圣母心泛滥，但是这部剧也没有跳脱这个难题。毕竟社会主义大家庭讲究的就是真善美、爱和谐的主旋律，弘扬社会主义无瑕疵的价值观，就必须无视这种圣母心泛滥的感觉。即便这部的气十足的片子真的很想跳脱主旋律的框框，然而呢，人在江湖必须糊涂。王家的女儿王秀玉一开始因为和幸福砸万传家脑袋给家里惹事，暗地里没少埋怨他，但得知自己被万传美顶替名额以后，也只能找这个能扛事的嫂子。烧脑却又真实的是，王秀玉也气得拿菜刀要找上门去，但对方给出30万赔偿，在父母的威逼利诱下，王秀玉被迫妥协，签署保密协议。到了公司还被同事说闲话，甚至都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和幸福一起看过大学的风光以后，他还是一蹶不振，在客栈里做些杂事，其实心里都过不去这个坎。但意外的是，王秀玉靠着照片成为网红，可是也因此遭到了黑子的唾骂。这时候王秀玉的一句话让人感到五雷轰顶，她说我倒是没啥，那传美要出事咋办？好家伙，她一个受害者倒是和加害者共情了，而且觉得对方比自己要更重要。
这就是圣母心的悲剧之处。结局里，王秀玉依旧没有揭穿事实，选择到大学旁听，还要学习考研，反正就是要替万传媒隐瞒就是了。虽然30万一分没到王秀玉手里，但事情她可是做得妥当。只能说，很多的魔鬼都藏在细节当中。当然了，焦点中的焦点，大女主和幸福更加厉害。明明在城里都小有成就了，结果为了家庭和孩子回到乡下开客栈。这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真的很主流，这设计必须得说得过去。只是和幸福表示要带着村民一起富裕吧，可是同样还是这么一群人，当年可是堵在和幸福的家门口往里面砸菜叶子啊，这都能忍能包容也是一绝了。紧接着就出现了王秀玉高考被冒名顶替的事情，虽然说被隐瞒了许久，但得知真相以后，他就去找到王秀玉，说要给他讨个公道。然后没过多久，就因为担心万传媒上吊，劝王秀玉放下，说了一大堆话术，把人给稳住了。后来人人为万家，万家为人人成了他的口头禅。邻村出现了孩子铅中毒的问题，他自己客栈里那点事都忙不过来，就不断检测水质，帮着他人给自己村里找麻烦，打官司。到了结局，在众人的推举下，何幸福变成了万家庄新的领头人，而万善堂退居2线。所以说，农村剧的大女主就一定要当选一个干部才算是完整。回归乡下的终极目标就是当书记。所以回过头，何幸福坚持不离婚，丈夫一家人都把她当外人。这样的生活，在申万我的眼里，的确好难挨，好难过。然而呢，打死不回头的何幸福真的撑下来了，过下去了。您说，这样的女主真的会获得最终的幸福吗？可以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这是一个人类难解的命题来的。在社会主义的剧情编排当中，千辛万苦的女主人设永远都是正能量的，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必要的时候，必须将正能量铺洒四方，博爱众生。这就是国剧大女主的宿命。在视角永恒359度的申万我的眼里，幸福到万家整体的剧情相当丰满，现实毕竟骨感，只能说大家都是大时代的一粒沙缩影。因此，在申万我的359度视角当中，幸福到万家的大前提就是当事人必须要能扛下所有的未知、绝路和苦难，吃得苦中苦，方得人中人。当然了，看懂的还有王一博和他的新兄弟。要说王一博除了在娱乐圈、脱口秀中也是经常被 Q 的对象，如今没想到领域已经扩宽到了直播间，还多次被董宇辉 Q 到。那么，这个董宇辉又是何方神圣呢？简单的说，他就是一枚曾经被人广泛质疑和贬损的丑男一枚。结果呢，您或许猜不到，这个董宇辉居然逆势而上，发挥强项，用自己擅长的把自己难堪的给补上了。上次董宇辉 Q 到王一博，说是自己异父异母的兄弟，这次呢，直接把自己比作王一博，给大家讲故事了。话说回来，提及王一博的名字如此好用的话，估计销量是不会低的。事实证明，董宇辉当天的销量很快就秒没了，因为董宇辉推荐的这款产品，分明就是王一博代言的王宝宝麦片。不过大家可能重点没有放在卖的产品上，很多人去董宇辉的直播间，更多的是听他分享生活中的哲学，喜欢听他的诗词歌赋，听他讲述各种的历史典故，分享人生态度，更多的是拓宽自己的视野，总之是来学习的。这次呢，为了让自己的故事能够听起来有点酷、有点帅，董宇辉果断地选择了王一博，说自己是戴着王一博面具的董宇辉，跟大家讲故事。这种机制听起来是不是很有趣呢？大家可以去围观一下这个董宇辉，总之不乏有趣一面的。这个从侧面也反映出来一个问题，那就是王一博的受众人群果然是广的。据一项数据调查发现，喜欢王一博的人普遍的年龄段集中在了27岁以上，甚至在王一博的众多粉丝中，男粉的比例不低。他们对于王一博的喜欢，很大程度上是对于他的时尚表现力跟个人技能的输出上。都说王一博的全能型让他坐拥了剧粉加街舞粉加鞋粉加时尚粉加体育粉于一身。他是当下艺人中可能兼具多项输出、实力跟魅力比较抗打的一位。
更是一个少话多做事的人，让不少人都对他偏于喜欢。王一博的个人魅力的确让他收获了不少路人缘，用实力说话，把流量化为正能量输出。低调的个人总会让人少了些许的有色眼镜看他。董宇辉蹭流量的确有水平，至少他读懂了王一博。真正的火不是单纯的局限于一个明星的私域流量中，破圈的实力才能更好的让人好感度增加。很多人说跨圈的明星有很多，除了唱歌跳舞好、演戏好，其他领域都能够做出点成绩的人比比皆是啊。说的容易，但是作为 Z 世代中的一位，大家看到目前为止还有几个人呢？在自己的粉圈，哪怕是粉丝吹捧，终究还是会销声匿迹的。跨圈的艺人有，破圈的更不少，但是能够破圈的同时还能扛得住，足够优秀的估计不多吧。其实很多人不承认一个人的优秀，说到底就是一种嫉妒跟变相的自卑，说白了其实是对这个人的认可。无论黑粉真粉，如果不认可的话，定然不会这么关注到他的点点滴滴，一举一动的有种红黑的体质，是因为他足够的火，有种嘲讽跟吹嘘呢，是一种变相的肯定跟自嘲。因此只能说董宇辉是用文化人的视角给我们科普人生哲学，也给输出了王一博。优秀的人不是只在异性中受欢迎，同性的认可说明他的确不错。人生太多不容易，破圈靠的是机遇、时间和努力，特别是一种阅历的沉淀和积累。没有这玩意，始终都没有达到破圈的标准，也就谈不上破圈了。申万，我只想说，从聪明人的角度去看聪明人，赵丽颖、王一博的亮点其实更多。